近日，洛杉矶大火让很多顶级好莱坞明星辛苦积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迄今为止，大火已经烧毁了上万栋房屋，而火灾造成的损失据说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一位警长说，灾难现场就像一颗原子弹投在了这个地区，场面惨烈，触目惊心，就连洛杉矶的高档社区都未能幸免，被大火夷为平地。这些只有在灾难影片中才会出现的画面，如今在人间真实上演了。洛杉矶大火似乎让现实的人们提早目睹了末日景象。人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何在突发的灾难中保住身家性命，对于很多人，不论贫穷富贵，都是一样要考虑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聊一个和灾难有关的故事。2023年8月8日，正当游客们在夏威夷欣赏美景，在度假村享受夏威夷风情时，一场大火突然降临夏威夷的毛伊岛。受到风力的影响，火势是迅速蔓延全岛。这场断崖式的灾难造成了上千人的失踪，上百人的死亡，同时也成为了美国1个世纪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许多家庭在这场火灾中破碎，亲人们在废墟中苦苦地寻找着失踪的家人，人们绝望地等待着救援人员的到来。然而，根据航拍显示，大火中出现了不少诡异且让人无法解释的画面，让人倍感到震惊。比如说，大火一圈一圈的燃烧，汽车被烧化，而旁边的草地和棕榈树却是完好无损。更诡异的是大火似乎有选择性，很多建筑物和树木被大火无情的吞噬，而有的庄园却是毫发无损，连一根草都没有烧到，仿佛这大火有意避开这些个地方。甚至有一座教堂周围都被烧焦了，而教堂却矗立如故，仿佛被老天爷下了一个避火罩。消息一经披露，立刻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热点。而这场夏威夷大火中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场景，不禁的让人想到了另外一场大火，那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一场天火，将2座繁华的城市瞬间毁掉。然而在这场灭顶之灾当中，有人却能够逃出升天。3700多年前，在亚细亚中部出现了一位先知，叫做亚伯拉罕。他被后人誉为多国之父，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创者。从现有的记载中看，亚伯拉罕活动的足迹首先出现在了亚细亚的山谷地带。这一带国家一到夜晚是皓月当空，星汉灿烂，因此在古老的信仰当中，拜月的宗教很是普遍。不过亚伯拉罕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人应当敬拜上帝。上帝耶和华看到了他的心，于是降下神谕，赐予他福地。就这样，亚伯拉罕带着妻子撒拉、侄子罗德以及跟随他的众人出走了东方，来到了地中海和约旦河中间的迦南地。原本亚伯拉罕和罗德和睦相处，平安无事。可随着牲畜越来越多，两家的仆人是常常因为水草而发生争执。于是亚伯拉罕建议分开居住，侄子罗德选择了朝东，也就是约旦河平原的谷地，那里有丰富的水草。于是开始不断的迁移，最终来到了繁华的索多玛。自从侄子罗德离开自己之后亚伯拉罕仍旧住在旷野。这亚伯拉罕是一位义人，始终遵守着耶和华的道。一天中午他坐在帐篷门口，一抬头，忽然看见3个人站在了绚丽的阳光中，其中一位正是耶和华。亚伯拉罕带着他们来到大树底下休息，便换来了仆人为天神洗脚，又吩咐妻子准备最好的宴席。听到这儿您是否会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耶和华都要亲自降临人间呢？当时的约旦河平原有2个繁华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生活在这2座城市中的居民除了生活糜烂、淫乱成性之外，好勇斗狠，到处起兵征战。神的名号在他们的心中是轻如浮云。
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罪恶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为了检视城中是否还有可救的义人，耶和华才亲自降临人间。倘若没有，他便降下灾难，将其焚烧，为后人留下借鉴。于是呢，两位天使奉命向索多玛城走去。亚伯拉罕听到上帝此行的目的很是震惊，非常担心侄子罗德一家，于是呢，小心翼翼地走到耶和华面前，问道：无论善恶，您都要剿灭吗？如果那城中有50个义人呢？难道您不为那50个义人而饶恕城中其他人吗？如果我能在索多玛见到50个义人，我就饶恕那一地的城民。耶和华说道。亚伯拉罕停顿了一下，鼓起胆气，继续讨价还价，将这数字降到了45人。耶和华答应，即使有45个义人，他也不会毁灭那城。或许这亚伯拉罕对那2座城中的罪恶早有耳闻，于是呢，不断的降低数字，就这样一直把这人数降到了10个义人。耶和华答应，为了10个善良的人，也不会轻易的毁灭全城。回答了亚伯拉罕的问话，耶和华呢就走了。那么那2位化成俊美男子的天使在索多玛城将会有怎样遭遇呢？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时常为城中百姓的淫乱而忧伤。当2位天使来到索多玛时，罗德呢正坐在城门口。远远望见了2位天使，罗德是急忙起身相迎，请2位天使到家中暂住一晚，等到天亮再走。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一听吓得急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最后在罗德不断的哀求之下，天使才答应进到罗德家中过夜。这罗德一家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热情款待了2位天使。当得知罗德的家中竟然住进了2位俊美的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索多玛城的民众便蜂拥而至，将罗德的房子团团围住。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崇尚同性恋的城市，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俊美的男子。只听见众人们在门外不断的叫嚷着：罗德，你给我出来！今天晚上来你们家住的人在哪儿？把他带出来，任由我们所为。罗德走出来，迅速把这门关上，对众人说：兄弟们，请你们不要做这些恶事。众人风一般的叫嚣着：罗德，你来这儿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害你比害他们更容易。众人如同打着鸡血一般，疯狂地推搡着罗德，准备强行闯入罗德的家中。无奈罗德只能以自己2个女儿作为代价，以换取2位天使在城中平安过夜。此时屋内的2位天使伸出手来，一把将这罗德拽进了屋里，并迅速地关上了大门。随后天使呢施展法术，门外的人们突然之间感觉眼前是一片的昏迷，任凭他们在门外不断的摸来摸去，就是找不到房门。天使告诉罗德，赶紧将城中的一切属于他的人带走。城内罪恶的声音惊动了耶和华，耶和华派天使来毁灭这座城市。罗德趁夜跑出去，叫醒了自己的女婿们。耶和华要毁灭这座城市，你们赶紧离开吧。这女婿们都认为罗德疯了，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了呢？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天使呢就催促着罗德赶快起来，带着家人迅速离开这里。可是罗德很是留恋，迟迟不肯动身。2位天使只好强拉起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2个女儿，将他们领出了城外。天使一再叮嘱罗德一家人赶紧逃命，切记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一定往山上跑，免得被剿灭。眼看着灾难临头，罗德却还在和天使唠叨：哎呀，承蒙天使慈爱，拯救我们的性命啊！我们能不能不往这山上跑啊？我担心还没等逃到山上，灾祸就会降到我们的头上。不如我们往附近的小城里跑吧，请你们容我先逃到那里。天使说：好，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尽快逃到那里去，在你没有到达之前，我们暂时什么也不做。直到太阳爬到山头，罗德一家才跑到了小镇索尔。那时耶和华在天上将硫磺与大火降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场巨大的灾难瞬间便毁灭了全城，连同城里的居民，地上生长的一切全都遭到了灭顶之灾。
罗德的妻子逃难时呢，想起了在索多玛富裕而惬意的生活，一时忘记了天使的话，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没想到瞬间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来自太空的巨火彻底焚毁了繁华的城市。灾难过后，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呢？第二天，亚伯拉罕起床之后向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在的平原望去，只见整个平原如同烧窑一般，到处弥漫着火焰和浓烟。一场天火终结了2个罪恶之城。对于圣经所记载的这场灾难，几千年来人们都认为那只是神话传说。直到近年来，科学家们通过考古有了新的发现。权威杂志《自然》有篇研究报告，科学家们表示，距今将近3700年前，约旦河谷一带，现在叫做塔哈曼，曾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摧毁过。一个天外之物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坠落，一瞬间犹如通古斯大爆炸一般，岩石瞬间化为了熔浆。同时，这股力量使岩石爆炸产生出的巨大冲击波，以每小时900至1200公里的速度席卷了整座城市。所到之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百姓是瞬间毙命。考古学家通过对塔哈曼遗址的挖掘，发现位于城市上部的地方曾是一个12米高的宫殿群。灾难中，1楼宫殿的墙壁和所有上层部分被核爆般的力量全部摧毁。城市下部的建筑物只剩下了一层石基。在考古现场学者们还发现，有些装饰石和筑基上出现了热裂现象。遗址的地层上留下了一个1.5米深的破坏层。学术界所说的破坏层具体指什么呢？考古学家在塔哈曼发掘的遗物中有经过高温烧灼的特征。这石头在高温作用下形成流动的岩浆，待冷却之后光滑的岩面出现气泡，如同融化玻璃时表面起泡的陶瓷片。这个得需要1500度的高温才能做到。圣经上说，上天降下硫磺大火。现代科学家认为天外飞时穿过大气层会摩擦着火。来自太空力量的撞击有可能产生比这广岛原子弹还要强1000倍的核爆破坏力，瞬间可以摧毁整个城市。考古学家勘探遗址后推测，这应该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被天火焚烧过的索多玛。毁灭这座城市需要极高的温度，而通常的战争、火灾甚至火山爆发都无法产生如此高的温度。后来，科学家经过电脑模拟推测出一颗来自太空、直径约有60至75米的岩石，在距离地表1至5公里的地方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爆炸中心点温度高达30万摄氏度，这波热辐射瞬间就融化了陶瓷、土层和岩石。火球冲向约旦河谷，导致地表温度骤然飙升到1850度以上，地上的居民瞬间毙命。来自太空的威力致使人口数量锐减，从原来的4.5万至6万人骤降到仅有几百人的游牧民。当时地表温度飙升到上千度的高温，也导致塔哈曼，也就是索多玛附近的死海中的高盐度的海水迅速蒸发，或者飞溅到了整个山谷。科学家在遗址上发现的高浓度盐印也佐证了这一点。盐水导致农作物无法生长，爆炸后的幸存者只好遗弃这个地方，因此索多玛城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300年至600年的荒废期。如今这2座荒废的城址在死海附近被发现，而且凝固的岩柱也依然存在。索多玛被毁灭，圣经的记载是否就是最古老的目击者记录？南卡大学考古学家克里斯多夫·摩尔在对话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摧毁索多玛，摩尔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果世上的灾难就像一些预言中说的那样，接连上演，出现末世之节，这绝不是上天让人们欣赏那些惊心动魄的新闻场面。或许真正的用意是在告诫人，尽早发现并修正自身的败落，回归到神给人规范的道德中，才有可能免遭灾难。因为神比人更珍惜人的生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说呢？